这是日本唯一承认伤亡超过中国军队的战役，也是一战将日本首相打下台的战役。这场战役中，7万国军将士在内无军需、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和侵华日军连续作战47天，最后以伤亡90%的代价歼灭日军8万余人，创造了整个抗日战争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城市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战役打响的原因，在1943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关键的转折阶段，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其海上交通线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也面临着被切断的严重威胁。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日军参谋本部认识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陆上交通线，从新加坡经中国大陆延伸至朝鲜的釜山。这条线路被认为是恢复与东南亚战场联系的关键所在。然而，这条至关重要的陆上交通线穿越了中国的多个重要省份，包括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这些地区当时均由中国国民党军队控制。为了确保这条战略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日军在1944年2月向侵华日军下达了代号为1号作战的命令。此命令要求迅速调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日军部队，重点攻占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确保在海上交通线被美军摧毁后，陆上交通线可以正常运作，为东南亚战场的日军提供必要的补给和保障。1号作战计划的规模庞大，显示了日本对这一行动的重视和决心。日本动用了总兵力50万人，配备了1500门火炮、800辆坦克以及10万匹战马。这一规模甚至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武汉会战。如此大规模的攻势，使得河南和长沙等地迅速沦陷。日军的5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路北上，目标锁定了衡阳。衡阳位于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汇点，是连接东南亚与中国大陆的重要枢纽。控制衡阳对于日军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陆上交通线的畅通。因此，衡阳成为了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负责围攻衡阳的日军司令是横山勇，他指挥的第11军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唯一的一支野战攻击军，以其强悍的战斗能力而著称。为了有效完成1号作战任务，日军司令横山勇决定大幅增强第11军的兵力，将其总人数增至11万人。这一规模的部队显然是为了突破国民党军在衡阳的防线，确保成功开辟新的陆上交通线。然而，在衡阳城内驻守的国民党军第10军虽然以泰山军之名号称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战斗力不容小觑，但其实际情况却相当严峻。第10军刚刚结束了艰苦的常德会战，战斗力和兵员均大幅削减，现有兵力仅剩8万人。面对装备齐全且人数众多的日军，第10军的防守显得极为艰难。蒋介石对第10军的困境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定地向第10军军长方先觉下达了坚守衡阳10到14天的命令，并承诺将在此期间继续派兵增援，确保国军能在关键时刻获得支持。1944年6月22日，日军先头部队抵达衡阳，为了给中国军队施加压力，日军出动了大量空军战机，对衡阳城进行了猛烈轰炸，投下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这一系列空袭造成了湘江两岸的大火，整个衡阳城笼罩在火光和浓烟之中，局势变得异常严峻。紧接着，日军第68师团和116师团在横山勇的指挥下，分为左、中、右3路兵团，对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这一系列进攻行动标志着中国抗战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衡阳大战的开始。战役过程，战斗一触即发后，日军迅速向中国军队南线阵地的关键据点高岭和停兵山展开了猛烈攻势。负责守卫高岭的是3营7连1排的战士们，面对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的猛攻，1连阵地的守军奋勇抵抗，但由于敌军火力的持续压制，他们在黄昏时分的战斗中伤亡过半。然而，这个重要据点仍然牢牢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日军第68师团团长左久间因进展缓慢，愤怒之下亲自前往前线督战。到27日凌晨，7连1排的官兵已经接连倒下，坚守的高岭终于陷落。日军成功占领高岭后，立刻将攻势转向停兵山。停兵山的防守工作由连长张德山负责，他在此布置了强大的火力，使日军的进攻屡次受挫。尽管日军在炮火掩护下
于28日终于突破了防线，但经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及其随行伙夫全数战死，无一人投降或逃跑。在接连攻占高岭和停兵山之后，日军将攻击目标锁定在张家山。张家山是衡阳城的重要屏障，几乎承载了第10军的主力部队。若能攻占张家山，就意味着衡阳战役已胜利一半。因此，张家山的防线成为了日军总攻衡阳的关键所在。1944年7月1日，日军步兵在空军的掩护下，对张家山展开了全面进攻。经过一轮猛烈的狂轰滥炸，日军预计国军在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下必将撤退。然而，当日军冒着炮火艰难接近阵地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原本地图上仅标示为几十米高的小山丘，如今变成了90度的垂直绝壁，而绝壁下则是深而宽的壕沟。在衡阳保卫战中，国军在张家山的防御攻势显示出了极高的战术智慧和坚定的防守意志。张家山的防御线被精心布置，极大地阻碍了日军的攻势，使他们陷入了困境。国军守军就守在壕沟的上方，不断向下投掷炸弹，这使得下方的日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壕沟逐渐变成了日军的死亡陷阱。在战斗开始之前，第10军军长方先觉已经深知，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在张家山，他和全城将士们共同构筑了4道坚固的防线，精心布置每一个防御环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猛烈攻势。第1道防线是由轻重机枪构成的火力交叉网和地雷阵，这一防线旨在最大限度地削弱敌军的进攻势头，使敌人难以在前进过程中维持有效的攻击。第2道防线是宽达2米的深壕，内充满了水，这不仅增加了日军通过的困难，还进一步拖慢了他们的进攻步伐。第3道防线则是两侧布置的机枪堡垒，这些堡垒为防线提供了额外的火力支持，形成了对敌人的强大压制。当日军艰难突破前3道防线后，等待他们的是最后1道防线——绝壁攻势。国军将山丘削成了直角，形成了一座陡峭的岩壁。为了攻占这一防线，日军必须使用云梯。然而，在他们尝试搭建云梯时，大量的手榴弹从天而降，使得日军的进攻受到极大的打击。这一防守策略极大地增加了日军的损失，并有效阻挡了他们的进攻。泯灭人性，使用毒气弹。但在7月2日晚上，日军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战术，利用风向条件使用了毒气弹。守军在工事内毫无防备，几乎全体被毒气弹袭击后迅速昏迷。然而，幸运的是，离张家山最近的2个师团的中国军队迅速赶到了战场，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将张家山上的日军全部歼灭。尽管如此，衡山永元计划在3天内攻下衡阳，但经过10几天的激战，战事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衡山勇愈发恼怒，他决定调派58师团和13师团这2个主力师团，增援原本在战斗中的68师团和116师团，以期加快战局的推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如潮水般涌向衡阳，强大的炮火对衡阳外围的阵地造成了严重破坏。然而，第2营的官兵顽强阻击，坚决不退。尽管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直到14日，第2营的官兵仍坚持抵抗，但在日军的人海战术下，损失逐渐增大，最终全体官兵战死沙场。随着日军占领了衡阳外围的阵地，他们开始对衡阳城发动总攻。此时，守城的第10军的有生力量已基本消耗殆尽。由于长时间的激烈战斗，经伤员、马夫、伙夫等后勤人员也被拉上了火线。面对日军的强烈攻势，第10军及其下属各部的通讯联络电话线被日军飞机和重炮炸断，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各部队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战局混乱。衡阳的陷落已成为时间问题。方先觉欲拔枪自杀，在此绝境之下，第10军的军长方先觉发出了一封震撼人心的诀别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在以无兵可资堵击，只等以一死报效党国，免尽军人天职，绝不辜负军作培育之志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一电报不仅表达了方先觉的决心和忠诚，也让人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英勇。发完电报后，方先觉试图自杀以免被俘，但在众将领的劝阻下，
他决定留在战场上，将领们担心他的离去会让衡阳城内的数千伤兵陷入更大的困境，希望他能考虑到那些仍需保护的伤兵。在这种情况下，方先觉决定与日军进行谈判，试图通过谈判来挽救剩下的生命。他向日军表明自己愿意投降，但提出2个条件：第一，日军在进城后不得杀害俘虏；第二，第10军的建制应保留。日军在经过短暂的考虑后，接受了方先觉的条件，以结束这场持续了47天的激烈战斗。衡阳保卫战虽然以衡阳城陷落告终，但其历史意义却非同小可。这场战斗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进程，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场战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激发了大家捍卫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战斗中，第10军的顽强抵抗不仅体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和坚韧，也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一章。